Hello， 大家好，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巴菲特在2023年第3季度释出的持仓报告。那我发现巴菲特在这一个季度大举的购买了债券哦。Kevin 认为股神巴菲特你今年称他为债神巴菲特其实都不为过究竟昔日的股神巴菲特在2023年第3季度的时候呢，购买了哪些债券，以及为什么他要这么做？那这期影片呢，我都会跟你分享巴菲特的债券投资逻辑策略哦。同时我也会跟你分享台湾上柜的美债 ETF 11月份的绩效以及热门榜的部分，让你可以边参考股神巴菲特的股债投资策略，然后呢一边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哦。那如果你是初找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对于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状况，可以跟频道多数观众一样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你想了解我300万美金的财务自由规划的话，可以追踪 IG 还有脸书。那我们马上开始。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波克夏海瑟威在11月4号的时候他提交给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文件当中指出截至在今年9月为止，也就是2023年第3季度为止波克夏海瑟威公司总共持有了3186亿美元的股票投资。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波克夏他持有了不少的股票，但我们投资的时候要看一个人对投资的想法的转变其实我们要看的是相对值的变化，而不是绝对值。所以呢，2023年 Q2 的时候呢，波克夏他持有的股票投资部位它的总价值是3534亿美元。那一个季度到 Q3 的时候呢，竟然大幅减少了 10% 的股票价值的部位。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有可能是因为他卖出股票，这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股票的股价下跌，所以导致看起来好像波克夏他们大幅的减少了股票的一个仓位。那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波克夏它到底是增加还是减持了哪些公司的股票。波克夏它前2大减持的股票分别是石油能源公司的雪佛龙它减少了 20.8 亿美金的部分，大概是减少了波克夏它这个雪佛龙的仓位的 10% 左右。那另外一家呢，则是通用公司它总共清仓了整个通用公司的部位减少了 7.7 亿美金的部分。那这2家公司呢，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2家公司都是跟石油能源相关的产业。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一个端倪，那就是巴菲特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石油产业它的一个前景的疑虑哦。那巴菲特他到底重点投资了哪些公司股票呢？那前3大的投资部位分别是 50% 的苹果公司的股票，再来就是美国银行这家公司呢只有 9% 的部分，那美国运通的部分的话呢只有 7% 的部分。那美国银行跟美国运通呢，这2家公司都是金融服务公司。那苹果公司的话呢，你可以把它视为叫做科技公司，但是呢，我更认为它像是一个民生必需产业因为有非常多的人几乎人手都会有一个苹果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从巴菲特的持股当中可以看到巴菲特他其实偏向于投资那种比较稳定的这些公司哦。好，那这边我要跟你分享我自己对巴菲特持仓的一个看法。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投资债券，然后呢领固定利息，然后持有到期拿回本金的这种投资态度的话呢，那又觉得说投资美国公债它的利率可能有点偏低，想要投资那种公司债券或者是金融债券，但是你又不太会分析这些公司的股票，也会害怕这些公司违约，那你可以跟我一样就去参考巴菲特他的一个重要持股因为 Kevin 认为说这些公司的前景还有它的体质以及它的财务状况，巴菲特都已经帮我进行评估好了那这让我如果投资这些公司的一些债券的话呢，我会觉得非常的安心。因为我们都知道巴菲特他是一个价值投资人，他投资公司的时候呢，会看这些公司他们的产业竞争力，还有他们长期发展的愿景，以及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是否是优良。最后的话呢，他们就会去看这家公司他们的估值到底是不是合理的一个状况。那在这么多的评估之下的话呢，我们投资债券持有到期拿回本金这种态度的话呢，其实我们只要这家公司它能长期的发展，然后呢财务状况稳定，能还得起利息就好了。所以说呢，我们选择像是巴菲特他所投资的这些重要公司的话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巴菲特已经帮我们做了非常严格的一个审查，然后我们只要呢达成几个标准就可以投资的很好所以说呢，我会去参考巴菲特他这些重要的持股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克夏的一个现金以及债券的部分。那2023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啊，波克夏的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大概有446亿美金左右，那短期国库券呢则有973亿美金。那到2023年的第三季度的时候呢，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啊，它只是大幅的下降了47%啊，只剩下了255亿美金。那减少的那一部分到底跑去哪里了？你会觉得巴菲特拿这些现金拿去买股票吗？不急哦，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第三季度的短期国库券的部分。好，那你可以看到2023年短期美国国库券的比例啊，你可以看到它大幅的增加了291亿美金的部分。那最终的短期美国国库券啊，在2023年第三季度的时候呢，来到了1264亿美金。那其中啊，包含了36亿啊非常短期的美国国库券，都是3个月内到期的。虽然2023年的第三季度相对于第二季度来讲呢，巴菲特他的公司波克夏他的现金水位啊有大幅的下降，但是呢，其实他都把这些现金啊拿来买债券的，而这些债券的话呢，都是1年内到期的美国国库券，也就是美国公债的部分。那巴菲特他除了购买短期的美国公债，也就是国库券之外呢，他还有中意哪些固定收益债券呢？好，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表格2023年第二季度以及2023年第三季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其他固定收益债券，也就是公司债券、金融债券或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券，它的购入成本啊大概都是224亿左右。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啊，它的整体部位啊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异动，但我们从细项中啊就可以发现啊，巴菲特他的一个投资的逻辑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从2022年的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的公司债券的部分啊大概有19.4亿，但是呢它大幅的下降，到了2023年的第三季度的时候呢，只剩下了12.4亿左右。那我们从这边可以发现啊，巴菲特啊，他对公司债券啊其实没有这么的看好。如果你要投资公司的话呢，他宁愿去投资公司的股票啊，也不会去碰公司的债券。那这边也有顺便披露啊，这些固定收益债券当中啊，也有172亿的一个债券的部分啊，它是1年内就会到期的哦。所以综合以上的资讯，我们可以发现，波克夏他在2022年底的时候啊，他的债券的部位啊，大概有1179亿左右。那2023年的第三季度的时候呢，它的债券的比例啊就来到了1488亿啊，大幅的增加了309亿美金的一个债券部位哦。那如果再去加上现金的部位的话呢，2023年第三季度的时候啊，巴菲特这家公司波克夏它的债券以及现金等价物的部分啊，则是来到了1744亿美金哦。那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讲到，波克夏它的股票价值啊，现在大概是3186亿，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波克夏它的一个股债搭配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子哦。那巴菲特他在2023年第三季度为波克夏搭配的一个投资组合就是 5% 的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然后再来就是 29% 的债券，那这些债券的话呢，都是1年内到期的债券。那再来的话呢，它又搭配了1% 的债券，那这些债券的话呢，都是属于中长期到期的一个债券。那最后呢 65% 的部分啊，全部都是股票。所以综合以上几个披露，我们可以得到几个资讯哦，那就是啊，巴菲特他依旧啊持有了非常大量的股票，那其中当然有1半以上的话呢，都是属于苹果公司的股票。那第二个就是啊，巴菲特他有1/3的投资部位全部都是债券，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巴菲特他非常喜欢的债券就是美国公债，更胜于美国的金融债券或是美国的公司债券。那其中呢，1年内到期的美国国库券啊，更是巴菲特的首选债券。那为什么巴菲特呢特别的喜欢短期的一个债券呢？那因为啊，巴菲特啊，他依旧就是股神巴菲特啦。虽然我们想要叫他债神巴菲特，但是呢，对他自己来讲，他认为投资当中啊，最好的投资当然还是股票。所以呢，他正在等待投资股市的时机，因为他认为现在股市依旧是属于偏贵的。那所以呢，他现在现金的部分的话呢，就拿来投资债券。那这个部位当然还是要非常的灵活，这样子在股灾到来的时候呢，他才可以拿这个部位的现金拿来投资股票。所以呢，他才会去投资美国的短期国库券。那为什么巴菲特的债券部位有 95% 都是国库券？那为什么他不要去选择像是公司债呢？那公司债不是给予更高的利率吗？那这份报告当中呢，波克夏就有声明，他们认为短期投资方面的话呢，他坚持认为啊，
安全高于收益。好，那长期投资的话呢，他们就会去投资股票；那短期投资的话呢，当然就是要安全。好，所以呢，他们才会去投资美国的国库券的部分哦。你是否想跟 Kevin 一样直接投资美债，以固定的利息到期还本呢？顺便去投资台股以及美股。这时候呢，你只要开一个账户，就能3个愿望一次满足。股神巴菲特曾经表示，成功的投资就像是滚雪球，找到对的地方就能滚得又大又圆。那选择低费用、低门槛的券商，就能让摩擦力变得无形，你的雪球就可以滚得更远更快。目前只要使用永丰金证券的大户丰 APP 直接投资美债最低只要$2000就可以开始啦。有上百只的美债供你选择，包含美国公债、苹果公司的债券，还有股神巴菲特的公司波克夏公司的债券哦。目前美国10年期的公债收益率已经高达了 4.4%， 这是创12年以来的新高啊。如果你想要投资台美股，那选择专门为小资族打造的定期定额投资的丰存股也会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哦。丰存股目前台股定额交易只要100台币就可以开始投资，美股最低也只要$100哦，在手续费方面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公债殖利率的部分。那短期的美国公债的话呢，1年以内的话呢，现在还有5%多的一个殖利率啦。那如果到1年到5年左右的话呢，大概就已经降到了4%多。那10年以上的话呢，也是剩下4%多啦。那这样子看的话呢，绝对值看起来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看最近这1个月的一个殖利率的表现的话呢，你会发现到最近这1个月，不管是短期的公债还是长期的公债他们的殖利率都有明显的一个降幅，特别是长期的公债，他们殖利率平均下降了大概有 0.6% 左右。如果你有去投资那一种存续期间比较长的那种公债 ETF， 20年期以上的公债 ETF 的话，那我相信这1个月11月份的话呢，你的绩效应该是还蛮不错的，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价差的部分。好，那如果说呢，你是从今年以来的一个殖利率的表现的话呢，其实今年以来的话呢，殖利率普遍都是属于上涨的一个阶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债 ETF 11月份的规模，还有它的一个人气推荐榜。首先的话呢，这个表格的话呢，就是我精心为大家设计的哈。那这表格有哪些项目呢？值得大家去参考的呢？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会进行一个规模的排名第一栏的部分就是属于规模的排名，由高到低来进行一个排名。那接下来的话呢，会进行一个类别的一个分类哈，让大家知道说，这档 ETF 它是什么类别。好了，如果你看到这个是美国国旗的话呢，就代表说它是属于美国公债。那如果看到像是这个公式包的话呢，就是属于公司债或者是一些产业债券的部分。那接下来的话呢，是它的代号以及名称的部分，我都会放在旁边这一边。所以说呢，你可以发现到，在11月份的时候呢，规模最大的前3档 ETF 分别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再来就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的公司债券 ETF， 然后呢，第3名就是 00751B 的元大 AAA 至 A 级公司债 ETF。好，那股价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这些美债 ETF 的话呢，他们都是3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那规模的部分的话呢，到11月30的话呢，已经有4档那个美债 ETF， 他们的规模已经破了1000亿了。元大投资级的公司债券 ETF， 它在10月31号的时候呢，还只有938亿但是到11月30号的时候呢，它已经来到了1053亿了，也是挤进了1000亿的一个规模。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受益人数的部分。那受益人数最多的绝对值最多的就是元大的美债20年期的 ETF 00679B， 它是217,723人。那第二多的就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它的受益人数来到了97,673人。那第3名的部分则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来到了92,079人。好，那这就是它的前3名的部分。但是呢，我们要看受益人数的话呢，我们还是要看它的一个变化值，看他们这1个月到底增加了多少人。那增加最多的也是一样，就是 00679B 的元大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增加了16,528人真的是非常的多。那第2名的部分的话呢，则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增加的人数是来到了8402人。那第3名的部分的话呢，则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那它的增加人数的话呢，则是5227人。那其实我们从这边的趋势可以看到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一个增
增加的趋势啊，相对于元大的投资级公司债 ETF 来讲的话呢，它的增加人数是比较多的哦。所以如果以这个趋势继续走下去的话，那我觉得再过个2-3个月的话，那个国泰的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的受益人数应该就会超过了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ETF 哦。好，那表格最右边这一栏的话呢，就是这个债券 ETF 他们11月份的月增率。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月增率的部分的话，就可以知道哦，这档债券 ETF 他们受益人数大概增加了多少的比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债 ETF 它11月份的配息以及绩效的排名。那这个表格的话呢，要怎样看呢？首先最左边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它绩效的排名哦，从高排到低。那类别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公司报是属于公司，然后还有产业债的部分。那美国国企的部分的话呢，则是属于美国公债的部分。那我们从这个表格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11月份的一个绩效榜当中呢，前面的部分的话呢，全部都是公司债以及产业债的部分。那如果是美国公债的部分的话呢，它在11月份的报酬的部分的话呢，都是比较偏后面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几栏的部分，就是有代号跟名称的部分，然后呢以及他们的市价。那市价的部分的话呢，有11月30号的市价以及2022年底的一个市价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的一个绩效表现是如何。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这一栏的话呢，则是管理费的部分。那管理费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统计2022年的一个管理费的部分。那如果大家要投资 ETF 的话呢，我觉得管理费是要去看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知道说你要投资这个 ETF 的话呢，你要付出多少的一个成本。然后这边的话呢，我还有放存续期间的部分，因为很多人投资债券的话呢，他是想要做一个债券的价差。那存续期间的话呢，对于做债券的价差的话呢，是一个一定要参考的一个因素。因为你的存续期间如果越长的话呢，那在美国央行降息的时候，那你的一个价差的部分的话呢，才可以获得更多。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做价差的部分的话呢，存续期间就是要找比较长的那一种债券 ETF。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近4季的一个配息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出它近4季的一个殖利率。好，那近4季的殖利率的表现的话呢，在11月份的话呢，最高的就是那个 00788B 的元大10年期的 IG 电能债，它在近4季的殖利率的表现来到了 6.1%。那第二名的部分的话呢，则是 00842B 的台新美元银行债，它只是来到了 5.9%。那第3名的部分的话呢，有3档 ETF， 分别是 00720B 的元大投资级公司债券 ETF， 它来到了 5.8%。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 00786B 的元大10年的 IG 银行债，它也是来到了 5.8%。那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 00741B 的富邦全球的非头等债，它也是来到了 5.8% 的部分。好，那在11月份的美债 ETF 的规模榜当中呢，我们刚好看到第一名的就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的 ETF。那它的绩效表现的话呢，在这个绩效榜当中呢，排名在哪里呢？排名在第51名啊，它是掉到了非常的后面。00772B 的话呢，它则是排名在第18名的部分。那如果是 00751B 的元大 AAA 至 A 级公司债呢，它的一个排名的话呢，则是排到了第3名哦，它的绩效表现是非常的不错。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1月份的含息报酬率。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美国公债殖利率呢，在最近这1个月当中啊，都是大幅的下降，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预期这些债券 ETF 啊，它们的价格应该都大幅的上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11月份的含息报酬率基本上都是正的。但是为什么这边有红色的呢？因为红色的就表示说，它上1个月份，也就是它在10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的含息报酬率是属于负值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 ETF 基本上上个月是负的，这个月全部都翻正。那上个月为什么他们是负的呢？因为上个月的话呢，主要就是那个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大幅的上升，导致了债券价格下降。那这个月11月份的时候呢，则是反过来，殖利率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大幅的下降，那债券的价格的话呢，就会逐步的上升。那这边的话呢，有黑色的部分。那黑色的部分呢，这些 ETF 啊，都是上个月份 ETF 当中呢绩效表现最好的，都是属于一些短期的公债的部分。那在这个月的话呢，11月份的话呢，他们绩效表现就变得非常的差全部都是负值的部分。所以我们从11月份的含息报酬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就是呢，如果美债的殖利率它后来在2024年的时候呢，真的开始大幅的下降的话呢，那其实如果你投资这种长天期的美债 ETF 存续期间比较长的美债 ETF， 那你的报酬率应该就会非常的不错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想要投资美债 ETF 来赚价差的话呢，那你应该要提早就要开始进行布局。如果真的开始美联储开始降息的时候，你再开始进行布局的话呢，那其实他们可能已经涨完了
好，那最后一个栏位就是今年的含息报酬率的部分。那截至11月30号为止的话呢，这个报酬率的部分呢都放在旁边这一边。那基本上呢，美债 ETF 啊，它们表现都是非常的一个平均哦，大概都是落在正负5%之间。好，那以上这几个美债 ETF 的一个排行榜的部分的话呢，我都会放在下方的留言栏，好，大家可以免费好不用填任何资料就可以进行下载咯。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珍惜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那种。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等价物呢？那现金等价物，是快没电了吗？